大家好，好，大家好，大家好，好，大家请坐。我在和大家交流之中啊，我是发现了这个，我们很多的痛苦烦恼都是自己造出来的。我们修禅堂的时候，他也想发心，他原计划呢是准备出10万块钱，那在功德榜上就留下他的名字了啊，希望这个产生的功德回向给他。可是过了一会儿之后，有另外一个人来说，师父，我出5万块钱行不行？也把我的名字写上。我说可以。那么前面出10万块钱的人就非常的痛苦，就在那哭。我说你刚才还很喜悦又发心，你为什么哭呢？他说我能不能减少一点儿？其实我的钱还有用处，我出租的那10套房子，我还给银行付利息和贷款。他就开始找理由。我说那你想减多少呢？他说我只出5万行不行？我说可以。哎，他就高兴起来了。哎呀，师父我不哭了，刚才我错了。过了一会儿有一个人来，师父我出3万能不能给我写上？我说可以。结果现在变成2、3个人一起哭。那么第二个出5万块钱的人也开始哭。师父，其实我也在供房，知道吗？我每个月也要付给银行，这我能不能少出点也把我写上？我说可以。可是又过了一会儿，又来个师父，我出8000能不能写上？我说可以。结果前面几个人又一起哭，最后都变成8000了。他哭的时候还不是假的，还真哭。所以我说我们这好多的这个烦恼痛苦都是自己的那个心所造的。所以今天给大家传授一个更新的让自己痛苦的内容是什么呢？叫自我意识太重。叫自我意识太重。当自我心太重之后，那么痛苦一定就来了。那自我意识重了之后，通常会有哪些事情会表现出来？哪些烦恼来了呢？比如说我们的先天的部分，先天部分就是妈妈生下来就这样。我们今天成为成年人了哈，说你看他们长得不如我长得好看，或者是说我比他们都丑，我比他们都矮，我比他们都穷。他们唱得好我不会唱，他们跳舞我不会跳。当有这么一个对比之后，自己的痛苦马上就来了。还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做哈。我在我的公司里头，我其实是一个很实在的人，我要认真的工作，可是我不善于表达，所以老板涨工资、提升职位都是给那个特别能表达的，我就不是很能表达，所以这种好事情总落不到我头上来，那他就会哭。对，所以当我自我意识有了之后，那么就是苦就开始了。那我在观察很多就是我对不起哈，我只能说实话，我也找不到一个恰当的名词，就是有很多这个自闭症、忧郁症，就是与精神疾病相关的人士，当我和他们做很多交流聊天的时候，发现其实这个病的原因就是太自私了，那就是太自我了。好，就是说这个精神病的除了我说遗传之外哈，比如说遗传你的脑结构、你的脑细胞这种结构就决定了可能你的智力有些问题。但是我们看这个人的大脑，这个长相、五官，
都是正常的。你可是烦恼很多，不出家门啊，你说没有工作吧，特别苦，一工作之后，他发现他总觉得人人都不顺眼，人人都给他气受，就很烦恼。所以这反正没什么好日子了。说在家里头失业了，烦恼的要死，就光想自杀。找了工作之后，看见人就是烦恼。这个说他闲话了，那个人比他会表达了，还有人比他会拍马屁啊，他就很烦恼。其实这都是对自我心太重了。所以我们在修行之中你去对比如果你是女的，你看当两个男的比谁帅的时候，显得丑的那个就觉得有点烦恼，女的旁观的人呢就变成观众了，你就不烦恼。对，这个事情与你没有关系。所以当自我的意识太强之后，那个烦恼起来了，那起到的烦恼，我觉得它可能并不是因为多少钱财或者是真正的爱情，或者是买房子之类的，都不是大事，就是这些小小的事情使这一个人每天都感受到烦恼。对，就是自我意识过重。那因此呢，我们要想真正的破除这些烦恼，让自己做一个真正有慈悲心的人，其实就是把自我的这个意识降低一些。还有呢，再具体分析自我，那么自我的什么东西减少呢？就是减少得失之心，你的烦恼才能少。其实我遇到这个不同，就是在金钱角度来说，就是不同阶级的人都有，比我们普通人富得多的人，但并且烦恼的也有很多。那和我们贫穷一些的人，就比较羡慕那些富贵一些的人。你想着，如果我有那么多的钱，我会多快乐呢？但是这个富人呢，等有了这么多钱，他发现说，哎呀，我都是因为钱多而烦恼，其实又是彼此羡慕的，所以在过去你看，无论是中国还是国外很多高官就说我不做官了，我要去做百姓。但是所有的百姓都想做官，对不对？你看很多人拼命的读书，拼命的考学，拼命的赚钱，就是希望过上一个更高级的衣食无忧的日子。可是真到那个日子，把你折磨的人受不了了之后，说我要去做普通百姓，我要过贫苦日子，可能我更快乐。这叫彼此羡慕。那么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无论在座的诸位，无论你是否觉得自己是普通还是不普通，那我觉得不普通的，一般读书来说都是高中以上的。请问多少人是属于高中学历以上的？请举手。举吧，既然都读了，干都干了，请问你们快乐吗？没有一个很自信的说我快乐。抹干眼泪一定是快乐的真正的平常的时间里头，你不一定快乐，都是平静的，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就至少你做人的时候是有了一定的高度，那个高度一定是两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不要太敏感，就是因为叫自我得失心不那么强烈，不那么敏感，烦恼就少了。那要怎样让自己的得失心减少呢？那就是增加慈悲心。所以这两个东西是搭配起来的。它的独立着，可能如果独立去解释的话，大家不容易学到手觉得好像师父讲了，我也听很多遍，怎么用的时候就不太方便用就大家到这儿来，就算是跟我来学习了吧。
那我呢就倚老卖老啊，就把我这个想法，把我所理解的事情就也告诉你，那你来分析。所以用慈悲心加强自己的慈悲心，就会淡化我们叫个人的得失之心。那什么叫慈悲那我说慈悲的话，至少我是在可能伤害别人的时候舍不得下手。我们不要说慈悲一定是救度救度已经是非常慈悲的事情。就是人该害人的时候下不去手。你作为公司老板，你在你的食物里头为了增加味道放了一些塑料的化学的添加剂，之前放，听我讲过慈悲心之后，你下不去这个手了，我觉得这就是开始慈悲了，就是有了慈悲心。等你再有慈悲心呢，说我希望我的原料做食物的原料更好一些，价钱再降一点，那就是更慈悲了。说慈悲并不是说好吧，我不卖了，我把我的面全部送出去那个偶尔送可以，你总是送的话，你哪有资源呢？我觉得不骗人就是慈悲，害人的时候下不去手就是慈悲这个争风吃醋的嫉妒心产生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意识思考到自己，哎呀，我这不慈悲了吧？我的嫉妒心冒出来了。能有这种自我这种一个叫自觉感知的人，这也是慈悲。所以我们在不小心之中我们在做事的过程之中，不小心我们的这些伤害的心理、负面的心理，它自动会冒出来。那么有这个人生境界高度的人呢，就是慈悲心多一点的人，他会马上就开始思考自己，会意识到了，我这个小人心产生了，我的嫉妒心产生了，我的愤怒心产生了，开始有自我意识。那怎么办呢？就平静下来。这个时候该说的话不说了，该下的狠手停止住了，开始静下来思考自己的此时的心情和对错，或等2个小时之后再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更高境界的人可能一刹那噔一下就说我错了，我的嫉妒心来了，马上自己内心里头已经给对方说对不起。也许你可能你的行为并没有说，比如一个女生看招聘员工的时候，看到一个又比你年轻又漂亮又有学识又能干，哇，我招她来，我的工作没了，所以不要。那对公司来说就是损失，对不对？所以当这样一个高尚的一个人物当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马上就会说那是我的错误。虽然你的话还没说出来，那你的行为是什么呢？欢喜接受。这个人能力都比我好，长相又比我好，我欢喜接受。那一般人说那不行，那对我都是危险信号。所以要有这样一个随时能警觉自己。所以高境界的人是一瞬间就能反应过来，我错了。就是更高境界的人遇到更大的是非的时候，有时候也会被障碍住，有的人也需要考虑7天。对，所以你至少要懂得开始考虑，这个可能是我的错误你在思考。那懂得思考的人，就其实是已经有慈悲心的人。那这样的人的好处是呢，就是少犯错，少伤害。
好，当然如果我们修得更好了之后，我们就是少犯错，少伤害，我们返回来还要做多利益，多付出，多送出一份爱，一份慈悲。我们华人说送出爱，总觉得我送出一份爱情，爱情总是说我放电给你，你总有所回应吧，像两艘船一样，啪啪啪闪个信号灯所以慈悲的爱它不需要回报的，不需要说我对你爱你应该有所表示，不需要的。就是我帮你是我自己乐意的事情，你有没有回报是你的问题对。所以境界的高低与我们当遇到就是我们的感受觉得是个特别好的事情，还有特别不愉快的事情，说这两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一定要去警觉自己，你的心是什么样的。最好的心是平静的心还有叫做不偏不倚，不上不下，不左不右，听起来有点复杂就像那个《心经》里描述的那个样子舍利子不上不下不净不垢，就是也不是说很干净，也不是肮脏这个不生不死他这个描述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把这句话搬在我们去思考事情的时候，它是一种概念那有人会误以为《心经》就是解释这个吗？也是，也不是。但是可以把这样的意念用在这个地方就是持一种中的状态，就是我的意念判断事情要公正的，要清净的。当有所执着就会偏，知道吗？比如有人吃饭说我就喜欢吃辣的，那么多数人吃不了辣的，对不对？那你的饮食方式是一种偏食的行为。那遇上中国的山西人说我就爱吃酸的，对不起，那也是偏食，只有山西省的人爱吃那么酸，别的省的就受不了的所以那叫偏就不会公正。所以我们看西方人建立的法院当中有一个女神的塑像，女神手里头提这个天平，她的眼睛是蒙着的就是我看不见你是谁我呢就是反正我就像拿这个秤，我要公平其实我们在做事的时候也需要有这样把自己的心心中内心深处其实判断自己的对错，判断这个事物的好坏，要有这样一种清净公正的心，静下来可能就会比较正确。当一旦有了偏执，就可能会出现就是最终是错误。就是有些行为觉得这个我还是谁不爱自己我就贪这个便宜。今天就是凡是我们做人做事做生意，你现在此时此刻贪的便宜，未来3年以后几乎都是麻烦。就拿做小生意来说，你无论在任何一个国家，今天你开一个公司，开一个店，开一个餐馆，一开始说反正我也不懂账，所以我就乱记账。但是你不管怎么乱记，你的目的是少上税，多拿钱，你肯定是这样的一种潜在的意识。就因为自己不懂得记账，所以我就故作糊涂，记乱了再说，反正政府也查不到。可能这3年以内没有问题，但是你随着你的积累资金大了，你的餐馆变大了之后，如果有一天查账的时候，那个结果呢？等以后就是你的账记的是公平的、合理的，税局也只能说戴这个有色眼镜看你，说他就是故意记错账的人，
他已经给你加上了这样的一个标签，你合法，他先怀疑你是不合法。可能有一天给你的罚款已经比过去就是100%上税还要付出的还要多，就损失惨重。还有你此时这一生，你的账务不清楚，留给你子女的是无尽的麻烦。比如说你这一生是贩毒的，你的钱肯定入不了账，对不对？你突然有一天死了，你这笔现金留给子女，你子女可就惨了，不会享受这笔钱财，会因为这笔钱财而遭到伤害。所以就是我们这个叫做得失的心得失和利还是弊，弊就是坏处，利就对自己有好处的。有时候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社会阶级的人，我们通常都是看到的以为是利，其实都是弊，都是灾难。这个灾难是利呀还是弊呀？是经过时间就可以印证这一点。那我们怎么做人呢？就是不贪便宜不贪便宜。这小时候有一次，师父让我买菜这个当时那个土豆我都忘了多少钱一斤了，2毛钱一斤是多少？2毛钱一斤。有个人说，我这个便宜了，我这土豆，我这一麻袋应该有几十斤，一共2块钱。我一算算，我无论都不清楚数学，我觉得都是特别划算。因为我花2块钱才能买10斤这个土豆，就一包，这个买一麻袋，赚了。我就想吧，把坏的挑出去，总有几个好的吧。我背回去了，一身大汗，那时候穿的棉袄，哎呀，都累的我那个衣服都湿透了。师父，今天我赚了那2块钱买一麻袋，咱们俩吃好几天师父说：“真的赚了吗？”好吧，那你就清洗吧。那他说这个土豆呢是这样子，土豆如果坏了，它就是有毒的所以坏的土豆你也不要给我做所以一定是里头没有坏，我们才能吃，否则会中毒。好吧，我就拿刀咔切开一个坏的，咔切开一个，一麻袋没有一个好的。我当时很生气，这菩萨怎么不保佑我呢？这菩萨你刚才干啥去了？怎么不提醒弟子呢？师父看透我的心思了，你不要怪佛菩萨，是你自己无知，你以为贪了便宜了。世界上永远都是公平的，从来不会给人随便占便宜的。我说那是奸商，我说不是，奸商抢你的钱了吗？是你自己贪便宜。请记住，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贪便宜的真实行为，所有贪便宜者损失会更多。哎呀，当时气得我咬我的手指头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钱的，2块钱挺重的这个无知劲，还是吧？本来给师父面前讨好呢，我可捡了便宜了，买了一麻袋回来，一个好的都没有。那上天不长眼呐！这看样子不是上天不长眼，是自己贪心升起，有如盲人。我们长那个眼睛就不管用了。所以不要以为你今天就贪了便宜了。我说的这个故事比较浅显，但是还有很多的事情，以为贪到便宜了，但只要经过2个月、2年，或者是15年，都能印证这是一个天大的错误。所以，管好自己的心，这个管好自己的得失之心，怎么管呢？
叫做公平、公正。所以正好有点相符于《心经》里头描述那个既没有往上飘，也没有掉下来，既不偏左又不偏右，而且还不生不死也不是很干净，也不是污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很多华人对《心经》还是比较熟悉，对不对？我相信还有很多人曾抄写过《心经》若干遍每个人对它都是有一定的感悟，受到一些启发。那我们把这个状态来学会提醒克制自己的心。所以当好事来临时，当坏事来临时，当这个烦恼来临时，你应该用一种不上不下、非常恭敬的、没有贪执的心来思考这件事情，可能对未来是个好事。你像我去买土豆嘛，2毛钱一斤，我最多就讲价，1毛8卖，我卖就成交，每一个几乎都是好的，是不是啊？它的损失率可能就是1斤里头有1个坏的，都是有可能。但是我讲便宜了之后才发现，这人太损了吧，那个麻袋土豆弄过来给我看，你说又一次令我伤害吗？所以当这种看似好事和不好的事，甚至很莫名其妙的一个烦恼产生的时候，你一定要从那件事情上跳出来。我分享我的经验刚才讲的是方法，那我的经验就是说，我先把它列为我自己意识告诉自己，我说这个事与我没有关系，你变成旁观者了，与你利益没有关系这就是撇开关系之后，它才会公正。如果说这件事和我有关系的时候，与我的得失就有了关系，那我的心就会有所偏执和倾向。当然说这个事情与我没有关系，所以很多法院在判决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是叫属于观察员之类的。我不知道美国有没有美国有没有陪审团其实就是观察员，他会在民众之中选择一些人。真正民主的话是这样，不怕民众来当场听你是怎样审这个案子。那根据真正的审出来的罪行，而且还有证据之后，再进行公正的判决，按照我们所规范的法律来判决。说这个人有罪，但是罪不该死，你就不能去杀掉他。对，那叫公正对，所以呢，我们当遇到这个好事和烦恼的时候，我们先把这个事情在精神领域里告诉自己，这个与我无关，你在观察这件事情，就容易得出一个正确的答案它要有公正性。你最后你要选择的就是公正的提醒给自己的一个法则，去面对这件事情就会比较好。所以我们虽然我们的有五官我们有看见听见有感受有交流，此事给你带来快乐的事情，明天你的痛苦比你的快乐相反的又是若干倍。比如说今天你得到了1份快乐，明天你得到就是10份痛苦。所以我们一般人呢就是这样所以在神的世界里，在佛的世界里，常常就是说我们是叫做颠倒黑白。和最早的相机，我记得我小时候有那个大木头架子那个相机，对不对？它照出人去之后，人都是头朝下的照相的时候，那个时候也就习惯了这样子。实际上我们人体这个眼睛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也是相反的，但是最后我们的精神告诉自己，实际上不是相反的，在纠正了自己而已所以我们在看的事情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精神的高度是有限的，
这个有限的原因，谁制约了我们的精神高度呢？谁制约了我们的精神的高度呢？就是贪婪和无知，就是贪婪和愚昧，就是限制了我们的精神的高度。再说细致一点，是谁限制了我们的高度？就是贪嗔痴慢疑。那么具体谁感受的我们这种贪婪呢？是谁传递给我们这个贪婪的信息呢？是我们的五官和意识，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是我们的眼睛是美色比如说让我贪心来了，美色；让我烦恼的时候，讨厌，这个人长得真恶心；还有他诽谤我了，讨厌，对，有些人走路不长眼睛，咣当撞到门框上了，我把门给拆了，对，讨厌，这些其实有时候让你痛的，就像打针一样，是好事。你没有读懂它，你没有用恭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其实它是来帮你的，来救你的命的。你的感受就是不舒服的、不愉快的，是讨厌的。今天给你带来美妙感受的，你的眼睛、你的嗅觉、你的听觉，是吧？一个女人看一个年轻的帅哥，中国人起这帅哥的名字小鲜肉，你看这种表达就是一种色情的表达。对，凡是你称对方小鲜肉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你上了自己眼睛的当，他传达给你的一定是对你有害的。你不相信，你今天年龄50，爱上一个20岁的小鲜肉，对不对？那危险就大了。你爱了这一次，让你痛一辈子。所以经常让我们上当的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就是五官，还有我们精神中的想象别上这个当。所以说我们这些，所以在更高境界，佛陀教化我，在我小时候在做工的时候传到我脑海里来的，说当你闻到的美的香味，看到的美色，看到的黄金，千万别碰它，它可能都是毒。今天让你感觉特别愉悦的东西，几乎没一个好东西。可是今天让你觉得痛的酸的、不舒服的，也许都是对你有帮助。好，当我们开始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当别人批评我说，你看你的工作做的什么样子啊？你还是电脑工程师？你还是清华出来的？对不起我说错了。你还是台大出来的对不起，我又说错了。我不知道说哪里了我不说具体学校了。你觉得我备受侮辱？你骂我可以，你还骂我母校？我就特别愤怒。今天如果他是一个特别聪明的机器人，他老板人批评他的时候，机器人马上进行运算，我错在哪里了？咣咣咣一算，上厕所忘冲马桶了。对，就是你肯定有一个错误，你这个错误你认为叫无所谓，但是你的经理认为这就是严重，对不对？所以当遇到负面这种语言和行为的时候，我们一般是表现的是叫情绪化，但是不是智慧化，对不对？那我为什么说机器人马上就开始运算来找我到底错在哪里了？因为机器没有情绪。那主人来责怪他的时候，他是马上来检查自己的工作，来寻找错误到底在哪里。如果找了半天自己没有错误的话，原来经理是更年期可以理解。经理，请你不要烦恼，本人为你唱一首歌，月亮代表我的心。你看看，什么意思这鼓掌？那我是谁
说你幸亏你也想得出来，你以为我是机器人吗？我巴不得我是个机器人呢，因为我是有情绪的呀。多少聪明智慧的人死于情绪。大家很多华人看过《三国演义》的那个电视剧，对不对？这边的好像没看过哈，有人看过吗？这边没电了啊，这帮机器人没电了啊。对，我只是想起来说，那个电视剧中，诸葛亮为了消灭对方，就是骂对方的首领。那个情商比较低的人哈，被诸葛亮骂他祖宗八辈之后，当场吐血而亡。对方有智慧，但是没控制住情绪，对方没打他，给骂死了。所以他错在哪里呢？耳朵太敏感，所以就应该把耳朵堵上。遇到特别能说的将军，把耳朵堵上，不听他说话，上来就打，就完了，他就上当了。就是用你的弱项对他的强项。诸葛亮最强项就是善于骂人，一般人都被他骂疯了。对，就是你的定力不足，所以我们就会上我们的五官的当。我们说的那是战争哈，战争才能最明确的表示出来。如果你上了当，你命就没了。比如说我现在是一共带了10个兵，你那么来了1万，我肯定打不过你，无论我多么大的本事，打不过，对不对？可是我背后有一片树林，我雇了5个兵在后面拉着树枝子在那个土地上奔跑，乌烟瘴气，觉得哇，后面很多军队隐藏着。那我们上了什么当呢？眼睛的当。很多男人上了美女的当，他上了眼睛的当，对不对？那美女上了帅哥的当，还是眼睛的当，还有意识的当。因为我发现女同学特别善于幻想，对吧？几岁的小女孩就幻想着将来做明星，我就是公主，披着长长的头发，开着大跑车，但是往往长大之后，跑车没有，靠腿跑，跑路的时候头发也飘不起来。所以等长大之后，他发现自己的梦想与现实根本正好是相反。所以女生容易产生幻觉之心，所以有个小男孩长得我觉得稍微像个人样子，女生追尖叫，哇就叫得受不了了。我唱歌，我们这些老女生还拼命嘶哑的使劲叫。我说你是听得受不了了呢，还是真欢喜呢？大家说，你是那个老女生吗？听我上课，随时注意智力测验，一不小心就上当，但是没有生命危险。对，所以我们常常就上了我们自己五官的当。婚姻失败的人，其实你一定上了就是五官加意念的当。你回头仔细想一想。还有做生意赔钱的人，也是上了自己那个五官的当，尤其赔大钱的人。你看五官呢，给你带来的都是巨大的伤害。所以以后要学会反其道而行之。中国道教有一些说法，就常人所做的，我就要不要做。就是说，我们往往在这个选择的时候，你看，不管年龄多大，都是找着好看的去找，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的老公也好，你的老婆也好，如果长得太好了之后，请问是不是一种危机呀？如果你老公很帅很帅很帅，那别的女人对他有没有好感呢？也有。就像中国人看那个刘德华一样，人人都爱。你说他老婆，你说每天那个心脏得多强啊，对不对？你们想想，幸亏你没嫁给他。对，所以眼睛看的都不一定都是错误，但是当我们的这种分辨能力不够的时候，所以我们就会因为我们的五官传达给我们的讯息，最后的结果是错误。但是有很多人
错都错了，反正享受眼前的，无论他的对一个事物的我的听觉，还是嗅觉，还是视觉等等的，安慰自己那个虚假的心，就这样吧，就这样吧，所以有很多人是这个等找错了人了之后，他发现说孩子都生了，这个要离婚吧，这个孩子变得很可怜，就又不忍心孩子，要不是因为有孩子这个连接物的话，大家早就分道扬镳了。所以很多婚姻都是这样的熬过来的，那这样的感觉，那叫幸福吗？也是一种幸福。所以我提醒大家，跟我学过禅修的人，要学会以苦为乐，难行能行，难忍能忍，一忍再忍，千万不要奋起反抗，好吧？我们用慈悲心，这就是你的罪业因为你曾经上了你的五官的当，所以我们开始明白了，为什么有一些佛教徒说我不结婚了，也就明白了，知道吗？你不去有一份贪念的欲望的时候，其实你没有结婚，就不需要有一件事情，就是你不可能离婚。对不对？就避免了离婚，同时也避免了对家庭的责任。好，这个所以提醒到这一点哈，希望大家开始有一点智慧，学习去分辨这个快乐和烦恼，学习分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和意识带给我们的这些讯息。学会去分辨它。通常来说，此时拿到的，觉得凡是香的、甜的、美的、舒适的，未来都是错误。请问大家谁爱吃糖和甜的东西？请举手。小时候还可以，等于都老大不小了，有的人60好几，一见了蛋糕就哆嗦，就非得弄一块蛋糕。我就不用说了，你还能吃吗？对吧？但是你的贪欲之心还是有的。我们都知道，吃糖多了对身体有危害吧？对，你知道那个糖尿病发症，很多是锯了腿、眼睛瞎，甚至早早的死亡。所以你以为糖是好东西啊？它只是你成长的时候是离不开的。所以为什么儿童喜欢糖？这个是有原因的，高热量含有多种的维生素。但是成长起来之后就要淡化它。那在我们小时候长大过程之中，就是听说未来的最幸福的这个社会的状态，就是吃面包喝牛奶，牛奶是给小牛喝的。可是你是个成年人，这是第一个，你是人，你不是牛当然说没有母乳代替它是叫不得已了。可是你都40好几，还天天喝一大罐的牛奶，你把自己当小牛来惯着呀，对不对？所以你的幸福感是被卖牛奶的那个农场主给骗了，可是你自己误以为这叫幸福，是吧？多少中国人说出了国之后住个别墅，楼上楼下，所以到了50多岁、60多岁，楼上楼下跑，发现腿儿不管用了，怎么扶着楼梯这么艰难呢？上去不容易，下来更下不来。很多人那个腿痛的人就怕下楼梯，下不来。
这个公主和皇后的生活原来不好干啊，所以就发明了电梯啊，在发明电梯之前，就有人家里并不是那么很富裕的，发明了钢管舞，从2楼上滑下来。对，就是出现了这些产品。其实你以为那就是幸福呀？听完我这样讲，如果大家不觉悟，盲目的听我这么讲，你会误以为说我们觉得好的就都是坏的。不是，它是一个辩证的关系啊，是辩证的关系，是指是一个程度，一个量。比如说吃糖，说你在一个成年人啊，在你的这个饮食之中，你比如说你吃到的一些水果，几乎所有的水果之中都含很多的糖。那比如说一个成年人一天一个苹果和半个苹果的糖分已经足够了，但是呢我们还额外再来吃。喝咖啡，咖啡苦的吧，故意放上糖，说再把它变成甜的，你傻呀！喝咖啡应该喝的是那个苦味吧？说不行，再放糖，一放了糖之后，糖又多了，糖又多了之后再去降糖。还有西方人就是吃那个牛奶，说脱脂的牛奶，把这牛奶脱脂出来了之后，就变成那个叫 butter 那个牛油奶油。再吃面包，夸夸夸抹上去，最后发现比喝牛奶里面那个油还要多很多。所以，但是你买东西的时候说呢，同时买了2罐的牛奶，2盒子牛油，有病啊你啊！这真是可笑。你就直接买全脂牛奶就完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智慧当过于发达的时候就是错误，对不对？所以想不受那个牛油的毒害让你变肥胖的话，想让你的脑血管清净的话，你干脆不碰奶制品不就完了吗？说自己嘴还馋，说我知道有危害，但是我很馋呢，那没办法。那你的行为都不受你的脑神经控制，都不受你的智慧控制，请问你的神经正常吗？你还做工程师，你做哪个工程哪个工程就流失，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好多我们就是知道是错误，我就控制不住自己。说就像小孩子说不要吃糖哈，你的牙都坏了，不要再吃了。他说好吧，妈妈一转过身去，手就过去又去拿，那是儿童啊。但是成年人呢，要学习有对自我的行为要有控制的能力，学这个控制自我的行为，这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因为你控制自己的这种错误的欲望是最理智的。所以学习禅修不是把你学成一个宗教的狂热分子，而是一个非常理性思考事物的，几乎进入于一个公平状态思考事物的理性行为，绝不是盲目的变成了一个盲目的宗教信仰者。这就是我这些年来一直修行和研究它的原因。其实它这是最公正的，不会盲目的好的是附加给我，你都好了吧，涨工资了吧？你看上次我给你加持了，孩子长牙了吧？上次给你加持了，就不加持人孩子也长牙，是不是啊？这撞车没死吧？这我给你加持了，就是撞车确实有死有不死的时候啊，所以不要把好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啊，坏事情说这事与我无关啊，不要去这样，更理性一些。但是修行之后，确实它会一个是这种智力的这个清晰度，自我把控能力，对事物分析的层次要清楚。
那么再修行之后，还确实会引发叫做能量有个能量学说。对，你的心境越大，你其实容易引发和沟通的能量就会更强大。比如说盲目说能量，一般人说又是进入一种新名词的一种迷信。能量是一种很难说明的东西。比如说有人比如世界著名的歌星，只要给他麦克风，只要一登场，那个声音一出来，大家被震撼到，哇，真是国际明星啊！他的声音就充满着那种磁性，那种震撼力，那种对你的一种抓心的那种，我们叫摄受力，就你觉得喜欢，我好喜欢。那么也有的人就是长相是令人是有摄受力的，那么一看这个人就觉得有点喜欢就是你看，尤其是在美国选总统的时候，觉得有魅力、有智力、会表达，人真长得又帅又对人有好的那种感觉，所以很多人就投票。所以这种影响力是有些人就天生就有的，也有人是后天这个锻炼出来的。所以这就是能量的不同。也同样，你就拿唱歌来说，一流歌星和二流歌星同台演出的时候，你不用看，听就知道了，说哇，好震撼了。说第二个说还行，第三个别听了，听了前两个，第三个还听他干嘛呀？就不值得听了。所以这就是能量上的差别。所以国际一流的歌星、电影明星甚至不同行业的明星，他们的能量都是具有那么大的国际一流的世界前500强的老板，他身上的能量比我们普通人要强很多倍，所以他的思维能让一个小企业甚至根本就没有的东西很快就变成国际化了。对，所以这个能量感呢，有的人天生具有，还有后天学成的所以当我们大家去好好修行，其实我们能够沟通和引发强大的能量那在我们看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伟人明星政治家请问之前这个奥巴马竞选的时候，大家觉得还是有点震撼的感觉吧？尤其是我们的女生们都被电到了吧？其实虽然他和你没啥关系，都投了半天票，你没见到真人，对不对？但是就是喜欢，对不对？除了长相，还有他所散发出来的魅力，我们只能说这是一种能量。就是特别负面的人也是具有能量的。所以作为一个黑社会的首领，那也不是一般人做得了，不是说只要手黑就能做得了，不是这样的。他其实是他有他的能量感。我在看一个这个希特勒在2战前夕的时候那些讲话讲演，但是我在看到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的时候，他讲他的研究所的科学家同事听了一次希特勒讲演，就决定我要加入希特勒的部队。听了他一次讲演，听他讲演的人那个嗓子跟着喊了，都喊哑了，那手臂挥的都挥的，回了家睡觉的时候都放不下，一直这样睡觉都是这样就是激动的这个样子，就是他也有很强的能量，要不然的话不会展开这么强烈的屠杀的战争。就像过去的传说一样，就正神有正神的能量，这个恶鬼有恶鬼的能量像中国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都有各自的能量。所以因此呢，这个能量这个概念，它是我们无法用语言完全把它表达清楚所以呢，在我们经过好好的修行，当我们具有更高的境界、更强烈的慈悲心之后，可能我们引发的也许
让自己的这个魅力变得非常的强大。就是可能你的声音会让大家容易接受，你的相貌虽然还是那个样子，但是过去大家看你不顺眼，现在越看越顺眼。这也是一种修炼之后而引发的一种能量产生的作用，所以才有了说，有时候会有这个加持力的产生啊，有了这个加持力之后，有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就产生了，所以有些大师，个别说像一般的骨头断了，我们知道骨头断了也想基本长好，需要多久啊？大家都知道啊，需要100天。有的人加持一下之后，可能15天、20天、30天就好了。在医学来说，觉得这个好是个奇迹哈。对，这个是能量的一个表现，这是能量用于人体康复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个好好修之后，会有很多可以解释，还有很多是超越我们的智慧来解释的那种能量啊、智慧啊，还有现象。自我的执着、自我之心太盛啊。那在原始的名词是怎么说的呢？叫做我执。那记住这个名词吧，我执，自我的各种执着，对自我的各种执着。其实很多人的行为和你没有关系，很多行为和你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当自我太执着的时候，说这个人比我长得好，我就很生气。其实他只是一个路过的人，和你没有任何关系。我们都会受伤啊。所以越不受伤的人，说自我执着越淡化的。所以很多人缘好的人，你拍着他开玩笑，开他什么玩笑都不翻脸，没有关系，永远大家都是好朋友。就是这种人心比较宽。当你心不宽的时候，我就遇到一些同修就是这样子。师父，我说今天你为什么不开心？师父昨天看了一眼，觉得为什么那么冷酷？为什么会用瞪的那种感觉呢？我说我昨天都没见到你啊。哎呀，你明明瞪了一眼，你现在还说没有看见我？难道师父没有觉得我的存在吗？哇呀，我真没看见你，可能你看到我了，你躲在人后头的，我根本没看见你啊！我还用个冷酷的眼睛吗？对不对？我自己看块石头，我还那么个温情，我有病啊我根本没看见你，怎么看见我的眼神了呢？可是也许有时候我们就无心的一个眼神，一个目光，可是你只捕捉住冷酷的那一刹那，留下来了。今天说老娘不干了，我不干义工了，我要造反，我要到别的师父那里去。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自己找出来的这个烦恼就是自己都莫名其妙。那这个东西也一个是叫业力，还有你的家庭成员对你的影响。比如说你妈是绣花的，你研究的就是那个细节，因为全都关注的细节，你末梢神经的感觉呢，你的直觉呢，全是找这个感觉，那就完了，真的就有病了反而就比较粗鲁的、大咧咧的，其实就没有事。粗鲁的人说话也会粗鲁一些，但是呢，他不容易受伤所以当我们的心眼过细了，我们神经过分敏感的时候，其实受伤的是自己，同时他也伤一片，也就是伤你周围的亲人朋友。因为外人你伤不到，太有距离了，所以谁离你最近，谁就受伤。你们有没有发现每家都有这么一个人呢？有吧？有没有人说家里没有这种人？请举手。你家里没有这个人，请举手。如果你举手，一定是你是那个神经敏感的人，一般是这个规律。就全家人不敢惹他，不敢靠近他，你不知道怎么就犯了他了，所以对，所以我们讲的时候，还是一个
痛苦烦恼的来源，就是自我意识太强烈了。那怎样消除自我意识太强烈呢？慈悲心，慈悲心就是最好的大补药。慈悲心强烈了之后，你那个自我的那个小敏感、小心眼就会减淡。那慈悲心很多人还不理解哈。好，我给你讲述一个画面。在中国四川省有一次地震，大家记得吗？汶川地震。从地震的有一个废墟里头拉出来了一个母亲，母亲已经当时生命到了最后一刻，奄奄一息。她一直抱着她那个小 baby， 几个月的小孩子，她手都动不了了，因为在里头埋了几天。她用最后微弱的一点点气息告诉旁边的人说，解开我的衣服，我再一次为我的孩子来哺乳抚养他的孩子。他的孩子趴在身上吃奶的过程之中，妈妈就走了。这就叫做慈悲。请你记住，我们的母亲都是这样子。你也想有这样一个慈悲心的话，就学习这样母亲的奉献的精神。你也不要说只有母亲慈悲，父亲累得全身是病，一个人打好几份工，都是为了把你家庭的这个帐篷支撑起来。所以父亲通常在家里头就是那棵大松树，就是那个大山他来支撑着这个家所以为人父母者都是大慈大悲的。至少在孩子面前，他们就是我们孩子的佛，在他们身上就学会了慈悲。但是我说的大慈大悲是更加对众生更广泛的慈悲心。但是我们在生命中能学到的就是父母亲对孩子的奉献之心，那就是慈悲。当有了慈悲心，所以母亲宁可自己砸死都要护住自己的小婴儿，父亲宁可累死也要把你养活这就是父母亲的慈悲。所以我们学到了这份慈悲的时候，所以我们就不会在乎自己的得失，是吧？一个合格的母亲生了小孩子之后，能够用自己的身体去喂养自己的孩子。所以一个人要想学习慈悲心，就要有这样一种真正的爱的奉献希望大家有一点领悟。好，谢谢大家。